冲突爆发1个多月以来，美国和印太地区的盟友似乎进入了一种魔怔，频频拿俄乌局势说事，针对中国。请教一下杜先生，您对此是怎么分析的？俄乌冲突持续很长时间，但美国并没有忘记中国，也没有忘记亚太。拜登曾公开讲，我们没有被俄乌冲突分心，我们优先方向依然是亚太地区，也说明呢，美国一手制造放大，利用了俄乌冲突，同时在亚太方向并没有放松对中国的大国竞争。无论是在俄乌冲突期间与菲律宾在南海进行的肩并肩演练行动，包括即将举行的环太军演，都把中国作为核心目标，同时呢也作为重点目标。另外呢，各型高官在不同场合也对中国发出各种警告，特别是一些涉台问题，也希望中国吸取带引号的教训。同时呢，也与台湾地区发展了各种类型的军事关系。参联会前主席马伦曾经要求台湾地区要把后备力量建设进行重点培训，所以目前已经把乌克兰所谓的作战经验向台湾地区传授，力求在断然行动中通过这种方式给台独续命。有分析指出，美英澳奥库斯联盟合作研发高超音速导弹，是美国出技术，英国和澳大利亚主要出钱。请教一下曹先生，您觉得美英澳会如何展开合作？为何外界有评论认为他们是失败者联盟，难以成事呢？美国走的这个路径呢和俄罗斯不一样，这个俄罗斯呢用滑翔或者其他的这种方式来解决高超音速的问题，而美国呢它是用这种先进的冲压式发动机就是一开始这个速度就要达到5倍的音速，所以它这个成功率比较低。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是最先就是陆海空三军都装备了就是高超音速的武器。那这样的话呢，就使得美国的研发在先，可是呢实际的运用呢却在后。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需要加快它的进度。可是研发高超音速的武器装备，这个投资量是非常大的。那现在这个钱从哪儿出啊？所以他就拉上了英国和澳大利亚，都有钱呢。所以等于是澳大利亚和这个英国来为美国出钱。实际上这些核心的技术都掌握在美国的手里。之所以称为它是一个失败的联盟，主要是美国开始搞得最早，但是失败的次数特别多没有成功，所以是一个失败者。而作为澳大利亚和英国，他也想研发，但是仅凭他们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单独研发出来这么先进的武器装备的。